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我是李杰林。节目一开始要带您关心的是，最近中国无人机频频侵扰我军金门和马祖防区，台海情势紧张，共军不断对台湾操作灰色地带战略。而除了以军机、军舰和无人机侵扰台湾周边海空域，中国也采混合战，以线上和线下网络攻击的方式对台步步进逼。根据国家资通安全情势报告指出，近几年政府各机关频遭网军资安攻击。光是去年，政府公务机关就通报了696件资安事件，其中发现多个机关的物联网设备有被下载恶意脚本的连线记录。例如，在监视器、还有印表机及扫描器，都曾被攻击者利用安全漏洞从远端入侵。依据统计，国内政府机关每个月平均受到3000万次的境外网络攻击，估计有一半来自中国。中国骇客实际上早就已经长期渗透国内机关组织。21世纪网络战已经成为重要作战手段。一起来看独立特派员记者张小莹、周明文的采访报道。也是有惊讶到说，原来那个我们治安的控管好像没有到很严谨，就是很容易被开后门。现在的这个恶意程式都会打一条后门回去，那这后门可以做什么呢？第一个，接受骇客的指令；第二个，偷送资料出去。网络战早就发生了，那每天都在打，他们不会是战争开始的时候才进行网络攻击，他们早就在打了。I believe you have already seen it. We will also announce some Taiwanese equipment 0 day in this government leaked data. 被攻击刚好就也是点出问题嘛，那点出问题之后，反而是有机会去针对这个去补强。比较重要的这个网络里面，如果对于关键基础设施做一些阻断的话，的确可以达成一些的这个恐吓的这个效果。时间回到俄乌战争开打前，当时网络上出现许多战争影像，其实都是电玩画面，试图混淆、制造恐慌。战争引爆前，乌克兰就屡屡传出政府网站跟银行遭到大量的 DDoS 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而瘫痪。而战争真正爆发后，相关的水利、电气跟交通等民生系统也开始出现状况，甚至还有相关人士的账密遭到窃取利用，进而将恶意软件散布到其他网站。They consist of malware typically that will cause physical issues for a disk, overwriting some of the data, overwriting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operating system. And that will effectively disrupt that system. Every workstation might start to run this wiper malware, and that will effectively erase the disk, overwrite files, and put them out of business. 他们不会是战争开始的时候才进行网络攻击，他们早就在打了。好，比如说他长期潜伏在里面，可是在战争的时候，他就是可以进行瘫痪。网络攻击可以应用在很多的层次。好，情报收集，然后舆论影响，甚至造成对方军事设备的一些瘫痪。国内近期频遭网络攻击，高雄市环保局饮用水的网页被换成中国5星旗，台大教务处和研发处网站也被写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标语，甚至连总统府、外交部及国防部网站都遭受 DDoS 攻击，以致官网无法显示。它就是让你的一些资讯服务，那暂时没有办法去对外去提供相关的这个服务的事情。那当然，在这个比较重要的资讯系统或是比较重要的这个网络里面，如果对于关键基础设施做一些阻断的话，的确可以达成一些的这个恐吓的这个效果。I believe you have already seen it. We will also announce some Taiwanese equipment 0 day in this government leaked data. We hereby warn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that this action is just for physical activity. We still have more than 200,000 Taiwanese connected devices in our hands. 恐吓与宣示意味浓厚，这波台海危机从军演到网络攻击，目的在引发台湾社会混乱。不过手法高调，并不像国家级骇客攻击方式。也是有惊讶到说，原来那个
我们治安的控管好像没有到很严谨，就是很容易被开后门。这的确是一个隐忧，没错。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越不要过度反应，那这样的效果就越少。就是应该说，你要有忧患意识，但同时也不用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吓得半死。最近其实我们的网络流量突然增加了好几10倍，那个是进行 DDoS 攻击的一个尝试。但是正常骇客真的要去入侵一个地方，他不会去制造那么多的流量。国家级骇客来讲，应该像对岸来讲，他应该政府会支持一些单位，他就去收集很多的这些漏洞，那这个就会背在手上，到时候再去一口气再拿出来去做一些有系统的攻击的时候，那这个就很危险。台湾这几年发生的重大网攻事件，2020年台湾中油遭恶意程式入侵，中国骇客组织以美国当中继站，针对全球政府机关及大企业发起攻击，将内部资料加密，再向对方勒索，要求支付赎金。这个骇客也是潜伏非常久，那他本身潜伏了以后呢，就伺机取得你一些管理人的权限，整个过程也有一些资料就变得是说，因为被他整个影响到，甚至有一些资料的丧失。2019年，台北市政府公务电脑传出遭骇客入侵，档案外泄。是否真实公务电脑遭受骇客攻击？而这也并非柯市府第一次出现资安异常。2017年曾发生薪资发放管理系统老旧，导致190笔市府员工薪资外泄。2018年，卫生局网站遭到中国骇客入侵，298万笔个资流出。这次是市长幕僚单位电脑成为目标，柯市府资安受到挑战，至少有3起。其实网络战早就在发生了，而且攻击者每天都在尝试着潜伏在各个单位里面。差别只是在于他有没有做出一些事情去做大规模瘫痪，因为真实的战争是在水面下在打的，真实的战争是它里面可能已经还是会偷偷的入侵，埋一些 backdoor 后门，可能会想办法就是默默的藏在那地方，等到他要用的时候才会发生。什么是后门？有些城市啊，它装完之后，它会偷偷开另外一个连线出去。这个连线是你不知道的，为什么要连过去呢？因为单兵作战，一个恶意城市单兵作战没有用啊，所以他接受指挥。所以呢，往往现在的这个恶意城市都会打一条后门回去。那这个后门可以做什么呢？第一个，接受骇客的指令；第二个，偷送资料出去。最近这波网络攻击，台铁新左营站电子荧幕遭害，出现老巫婆窜访台湾等字句。NCC 认为可能是委外广告厂商的系统里使用中国软体，软体本身或许存有后门。跟使用中国软体有没有关系？我觉得在这一个事件上，我觉得还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有可能是他们的账号密码太弱被猜到，或者是根本没有用账号密码就直接被进去。我觉得使用中国软体，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信任问题啦。就我们经常过去的很多经验，可能是它里面的一些习惯就会有留一些后门在里面，或者是万用密码在里面。因为我刚好也是消基会的资通安全委员会的召集人，去年我们有办一个记者会，我们接到投诉是有一个台中的一个外送族。他说他被警察传唤，说他用他的手机号码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好有诈骗，好，但他说没有啊，我就是一个外送族啊。后来才发现他的那只手机啊有后门，他那个是出厂前的 App 里面有后门，原来是原厂的时候就放了。那只手机虽然是台湾大哥大卖，但是它是一个深圳的工厂做的山寨手机。这件事情不只是在手机，还有在 IP camera。我们现在台湾也在进中国制的 IP camera 嘛，因为我们很担心它 IP camera 里面会放一些追踪的机制，好，或是会有存在一些后门。过去从技术面的角度，的确我们有看到不少漏洞。从电脑、手机，现在只要是可联网的设备，骇客即可侵入。以政府机关受害的例子，根据110年国家资通安全情势报告指出，去年公务机关共通报696件资安事件，其中发现很多单位的物联网设备有被下载恶意脚本的连线记录，譬如在监视器，还有印表机及扫描器，都曾被攻击者利用安全漏洞从远端入侵。
他可能因为影印机连到网络了，所以他可能就从我的这台电脑就跳到就是恶意程式就跳板就跳到那台影印机，他在里面再建立了滩头堡，然后他就从影印机这边再开始往更有价值的资产开始扩散，例如说认证伺服器啊、档案伺服器啊等等的，或是更高阶的长官的电脑啊，都会是他在进到这个影印机之后，它会在横向扩散。被害轻的政府机关当然很多，因为从这多年来的观察，像一些关键基础设施，像重要的部门像交通部啦、气象局啊等等。从以往的观察来讲，中共对台湾的网络攻击其实是持续不断。我也觉得说，他们不管是运用各种我们的弱点，你网站可能有弱点，你的程式可能有弱点，都有可能去侵入你的网站，然后它植入它的恶意程式，然后再利用其他的外部 IP， 我们叫中继站，来操控这些恶意程式，来窃取你的资料。调查局分析，中国骇客善于利用供应链攻击，也就是先侵入为政府机关服务的资讯厂商，窃取账号，从远端登录，伺机潜伏，再进行横向扩散，植入恶意程式，并将获取资料传出。那如果支付厂商本身的治安没有很好，支付厂商假设被骇客攻击了，那他又远端连线到我们的机关，这个时候就等于是这条路就会被骇客利用，骇客会利用支付厂商的弱点，攻击支付厂商之后，再把支付厂商当作跳板去攻击你的公司或是机关。此外，利用钓鱼邮件夹带附档，将恶意程式植入收件人电脑，则是骇客攻击最常用的手法。2017年，远东银行内部电脑遭骇客入侵，被转走美金6000万，约新台币18亿元。当时分析，骇客应该就是经由钓鱼邮件渗透远银的内部网络。社交工程是一个很老的一个攻击的方式，可是为什么一直都存在？因为它有效，它真的有效。就是说，我们人都会收信嘛，那你一旦这个信里面夹杂着恶意程式，那你要收下来，那你很容易这个程式就会被植入你的电脑，然后植入电脑之后，那它可能就被骇客来操控你的电脑，甚至往旁边来扩散。在云端与物联网时代，骇客几乎无所不在。强化资安防护，政府必须采取更积极的作为。有2个情况，大家会想做资安，一个是出事的时候，第二个呢是有法规的时候，有规范的时候。好，所以现在自动安全法有规范，然后金管会也有规范，那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这种规范出来，是提醒大家，甚至是强迫大家要做到一定的资安？经过这次台铁及超商电子看板被骇客攻击，置换成恐吓讯息，经济部发布了营业场域电子看板资通安全管理指引，规定营业场所电子看板不得使用中国软体，也应避免使用中国品牌产品，即使委外厂商也需符合规定。目前政府的资安治理其实是不合格。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当我们都已经发生了台铁跟统一超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说像超商的话，跟民众的接触的频率很多。我们去超商会做一些缴款，那取高铁票、取电影票，金管会等等的主管机关，他应该要求这些业者提供说，这些服务的话，并没有中国的木马的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证明。依据资通安全管理法，行政院先前已订定公务机关及委外厂商不得采购及使用中国厂牌资通讯产品，但学者认为这样还是不够。我们的资安治理其实存在有很大的漏洞。资安管理法最主要的话是包含公务部门以及被列为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些银行、医院等等。那像其他的这些
民间业者就不在这个治安管理法的规范之内。我们要呼吁治安管理法应该要修法，将民间企业的这些要纳管进来，因为很多的民间业者他会认为说，他花金钱在处理资讯安全的话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是不划算的，他因为出事，他也不会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责任。21世纪战争，网络战已成为重要作战手段。除了文攻武吓，这几年从调查局所侦办的资安事件可看出，中国骇客早已长期渗透国内机关组织。面对看不见敌人的无烟硝战争，台湾必须加紧做好准备。网络战是隐形的战场，面对的是看不见的敌人，造成的损失及伤害却不能轻忽。提高资安意识以及层层把关是数位时代最大的挑战。现在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